美流行的 Curly Girl Method 可以让有自然卷的人头发更有光泽、更卷，但听说不能用洗发精，不能吹头发，还不能梳头。今天就让我跟大家分享什么是 Curly Girl Method 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Qmoe Jenny。那今天我会想要分享 Curly Girl Method， 是因为从小到大我都有自然卷的问题，所以头发很毛躁啊，或是设计师就会说，妹妹你头发发质很糟你有没有考虑要烫直或烫卷？常常我在家里洗完头也会头发蓬起来像海格一样。那我自己其实是喜欢卷发的，但是又没有勇气去烫头发，又觉得很花钱。那在去年吧，我就发现，国外很流行这个 Curly Girl Method， 所以今天就想要跟大家分享。但我要先声明，我并不是专业的，我想要追求的是比较自然的美感。所以如果你期待可以跟去烫头发有一样的效果的话，那应该是没有办法的。但我看国外的人分享，其实时间久了，发质是会越来越好，头发也会越来越卷的哦。那 Curly Girl Method 其实是一位英国的发型设计师 Lorraine Massey 在2001年发明的。他相信人们不应该盲目的追求直发的时尚，而是应该拥抱自己自然卷的特质。他相信我们要减少对头发的伤害，才可以让我们的头发发质更好、更卷。虽然卷度、发质都会影响每个人适合的产品，但大致上需要避免的成分和整理手法都是相同的。第一个要避免的成分呢是细鳞，就是我们俗称的 silicone。市面上的发膜、护发、润丝大部分都有，它会让头发形成一层膜，就让你觉得摸起来滑顺、有光泽。但因为它是不溶于水的，所以它会堆积在头发上，让头发更重。那细鳞是要靠硫酸盐来洗去。第二个要避免的成分是 sulfate 硫酸盐，它的去污去脂能力非常强，但是它会使头发过干。除了前面两个成分，还要避免的有酒精还有发蜡。酒精会让头发越来越干，而发蜡会堆积于头发上，需要靠硫酸盐来洗去。再来该注意的就比较有争议了。第一个呢是不可以用洗发精，这是当初原本的 Curly Girl Method 所说的。Lorraine Massey 认为用洗发精洗头会对头发造成伤害。不过因为台湾很热的关系，其实用没有细鳞、硫酸盐的洗发精也是可以的。再来就是不可以让头发受热，不管是吹风机、电棒卷、平板夹等等都不行。像我个人的经验我只要一吹头发，我马上就会变海格。不过因为台湾的天气很潮湿，所以可能要吹个头皮才不会着凉。最后一个呢，就是不要梳头发。听起来可能很可怕，但是如果梳的话，只会变毛，而且失去卷度。如果真的要梳的话，我通常会在洗头前梳一下，但洗头发后绝对不会梳。第0步是归零，这个步骤要用主要成分是硫酸盐的洗发精洗一次头。这个步骤是为了要洗掉细鳞、发蜡，还有其他需要硫酸盐才能洗掉的成分。那这步是最重要的。其实这步只需要做一次，但这步不做的话，后面做再多都没有用哦。那第一个步骤才是清洁。清洁有2个方式，第一个方式呢叫做 cold wash， 就是 conditioner wash 的缩写。那意思就是用护发来洗头。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Curly Girl Method 的发明人是相信我们不应该用洗发精洗头的。而第二个方式呢，就是用没有细鳞、硫酸盐还有酒精的洗发精来洗头。我自己目前也是用这个方式，因为我还不敢用护发在头皮上，感觉就洗不干净。但国外的说法是，如果护发不含细鳞的话，是可以用在头皮的哦。第二步是护发。这步一样要选择不含细鳞、硫酸盐还有酒精的护发，用量呢要比你想象中的还多。除了头发不打结之外，最好要挤起来有那种咕啾咕啾的声音才够。那国外是说不要把所有的护发冲掉，但我是自己都会冲掉了，然后再补充免冲洗式的护发。第3步造型，这步要用凝胶涂抹全部的头发，从发根到发尾都要。然后用量呢，最好是要1手掌这么多。我通常1小撮头发就会用1小坨吧，所以整体加起来其实是很多的。第4步风干，先用棉质的 T 恤或是超细纤维的毛巾压干头发，记得不要用搓揉的，因为搓揉就会让头发变得更毛躁。第5步去除凝胶，这步呢要等到头发完全干了之后，再用这样子的手法来去除头发那种硬的感觉。
国外是叫做 scrunch 的 crunch 啦。记得一定要等到头发完全干哦。有一次我就是大概头发70%干吧，然后我就做了这个步骤，结果头发就很毛躁。如果大家想要尝试 Curly Girl Method 的话，除了第一次要从步骤0开始，以后每次洗头就从步骤1开始到步骤5就可以了。不过如果你不小心用到含蜡细鳞的产品的话，那就要从步骤0开始哦。那今天呢，我会想要分享 Curly Hair Method 是 ，Oh my god， 是 Curly Girl Method， 好笑。那细鳞需要靠硫盐酸盐，所以就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。今天不是要分享心得 ，no。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分享给你其他自然卷的朋友。我之后也会拍更多跟 Curly Girl Method 有关的影片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